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佛历10月下初9，万象阵雨转晴，25到32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0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6基普，跌幅 0.03%。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75.94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09 基普，跌幅 0.16%。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1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涨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33.53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9.54 点，跌幅 0.66%。开盘 1445.55 点，最高 1460.29 点，最低 1433.53 点。成交量35万3000股，成交金额2亿5539万3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35基普，交易量22万23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40基普，交易额1亿1502万1000基普，其次是老挝电力和中老证券。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913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40万基普，涨幅 1.03%。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9月10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53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88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60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俄罗斯联合军事演习拉开帷幕。9月15日，老挝俄罗斯2025联合军事演习在老挝哥马旦陆军军官学院开幕。此次演习主题为为了和平与安全并肩作战，旨在加强两国两军之间的合作。恰逢老挝与俄罗斯建交65周年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50周年，演习重点是提升两国军队在指挥协调反恐等方面的能力，并训练装甲步兵连和特种部队在复杂地形下的联合作战。为期10天的演习还将进行文化、艺术和体育等交流活动，以增进两国官兵的友谊和相互理解。2. 佛教徒慷慨解囊，共同为坡卡姆村寺庙布施。9月13日，万象市哈塞丰县100多名佛教徒在东坡西撒旺威寺住持苏坎亚法师及众僧侣的带领下，共同为万象省蒙彭洪县坡卡姆村的寺庙举行了布施法会。此次布施的物品包括花束、蜡烛和僧侣必需品等。他们还筹集了资金，用于寺庙的后续发展和建设，例如修建斋堂等设施。这些善举不仅为寺庙带来了功德，也为前来布施的信众提供了便利。3. 教育体育部与澳大利亚共同审议人力资源战略草案。9月15日，教育体育部与澳大利亚政府联合召开技术会议，共同审议第4次国家人力资源发展10年战略草案。教育体育部规划司司长西通西考对澳大利亚提供的持续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目前草案已完成 80%， 未来将继续深化研究，并结合第10个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等内容进行完善。战略草案还将评估过去的发展情况，总结经验。西通西考司长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能确保战略在2026年上半年提交给国会并获得批准，最终达成 100% 完成度。4. 纪念老挝加入联合国70周年标志揭幕。9月15日，外交部与联合国驻老挝办事处共同为老挝加入联合国70周年揭幕纪念标志。外交部长通沙万峰威汉强调，老挝在过去70年里始终遵守联合国宪章，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特别是在减贫、可持续发展和清除未爆炸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联合国驻老挝协调员巴霍德尔布尔汗诺夫高度赞扬了老挝在发展领域的成就，
并承诺联合国将继续与老挝合作，共同应对未来挑战。新揭幕的标志由老挝青年通沙万俗万那桑设计，融合了数字70可持续发展目标标志。稻穗、和平鸽和老挝国花战八花，象征着和平、发展与团结。5. 占巴塞省农林环境部门将一只豹猫放归自然。9月13日，占巴塞省农林环境部门负责人坎尼拉耶以自然资源与环境监察科人员，将一只重约3公斤的雌性豹猫放归自然。这只豹猫是由巴瑟市惠阳卡姆村村民彭西沙瓦特女士主动移交的。9月9日，她的儿子发现这只豹猫被困在用来保护庄稼的网中，便将其带回家。9月12日，彭女士通知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前来接收了这只豹猫，并对其进行了健康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这只豹猫身体健康，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由于豹猫属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禁止私人圈养，因此省农林环境部门决定将其放归自然。6. 沙耶乌里警方查获近1300万粒毒品。据科布县9月15日新闻报道，9月10日凌晨6点30分，沙耶乌里省科布县哈纳姆村3岔路口的执勤警察发现一辆没有牌照的棕色卡车，正从博交省巴塔县方向驶来。当车辆到达检查站时，警方示意其停车检查，但该卡车反而径直驶向了科布县。警方立即追赶，最终在芒多蒙村发现卡车停靠在路边，司机见状跳车并逃入附近公墓。科布县警方随即展开追捕，当天下午1点40分成功抓获嫌疑人。据查，嫌疑人现年28岁，老挝苗族人，这批毒品是从博交省运往万象市的。警方在卡车内查获了64袋毒品，共计1274.2万粒冰毒，并扣押了这辆无牌卡车。7. 川矿销毁多批非法和过期商品。9月11日，川矿省库恩县在县工贸办公室举行仪式，集中销毁一批过期以及非法进口的商品。据报道，库恩县工作组对全县48家店铺进行了检查，重点查处过期、变质、非正规渠道进口以及未贴税票的商品。检查发现，其中有33家店铺存在问题。此次销毁的商品共计36个品类，643件，包括33种过期商品，以及10包非法进口的香烟和10件非法进口的中国产青岛啤酒。这些商品的估算总价值为2033万7千吉普，相关商家已按照规定被处以罚款。8. 老挝青年因走私军用子弹在泰国被捕。9月10日晚7点整，泰国加拉信府和莫拉县府警方联合行动，逮捕了一名21岁的老挝青年萨孔塞亚蒙坤，他因非法持有军用子弹被捕。警方通过诱捕方式与嫌疑人进行了交易。在交易地点，警方发现来自老挝沙湾拿吉省的萨孔塞亚蒙坤正手提一个装满子弹的袋子，等待与假扮成买家的卧底警察交货。最终，他被当场逮捕。目前，萨孔塞亚蒙坤已被警方拘留，并被指控非法持有军用子弹。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